入圈创客和电子工程师电烙铁是必备的工具之一。现在电烙铁的品种很多，虽然功能相同，但是价格和性能还是有区别的。新手入圈前期的投资不是个小数目，所以理性选择才更重要。在我的另一期关于电烙铁的视频里，对几种电烙铁聊了一下烙铁头和化锡时间。那么面对这么多种电烙铁，新手该怎么选？最近我又增添了这种 Type-C 供电的便携电烙铁，因为现在我需要在户外焊接。不过我好像还差一个支持65瓦的充电宝，它的颜值和性能都还不错哈。视频最后我会补充测试一下它的化锡时间。工作这么多年，用了这5种电烙铁，下面我们就一种一种的聊。这2把都是同一种加热功率固定、不能调温的电烙铁，烙铁头都是通用的，很便宜，可以更换各种形状，是最老式、最便宜的一种，也是最容易烧坏烙铁头的一种。因为温度不可控，空闲的时候不断电，温度会飙到最高，很容易就把烙铁头氧化烧蚀。对温度的把控全靠自己通断电来搞定。这种电烙铁虽然便宜，但是不建议新手使用，它更适合半年只用几次的普通家用。因为温度不可控，再加上保养没有经验，很可能就是一次性的工具。普通家用的话，烙铁头配个尖头就行。要是焊接的东西比较大，可以选择大号的马蹄头或者刀头。至于功率，焊电路板用30多瓦就够了，功率再大一点的话，温度会太高，不好把控。焊粗铜线用50瓦或者100瓦，线越粗，气温越低，功率就需要更大。这种是能自动调节加热功率和温度的电烙铁，最大加热功率取决于发热芯的功率。烙铁头也是通用的，价格不贵，也有多种形状可以更换。它是在老式电烙铁的基础上增加了温控电路，弥补不能调温的缺陷，还引出了等电位接地线，可以方便的做静电防护。我的这把是黄花高捷的907，最大加热功率60瓦，可以直接接交流220伏供电，没有外置控制器，方便携带。这种电烙铁性价比比较高，适合刚入圈的新手，花费不多，还能应付大多数的焊接场景。用尖头焊电路板、鼠标微动、键盘轴还有贴片元件都可以。用马蹄头或者刀头焊大一些的焊点会轻松一点。但是这种电烙铁焊不了 BGA 芯片，需要热风枪来吹。还有就是手持长度有点长，焊接贴片元件有点笨拙。至于加热功率，焊电路板这把60瓦的就够了。如果经常焊粗铜线，可以选100瓦甚至200瓦的那种。说到黄花，它是我们国家的老牌子，完整的商标是黄花高捷。相似的品牌很多，这是老牌黄花高捷，这是其他品牌。也不是说其他品牌不好，只是评论区很多人问，到底哪个是老黄花？这种也是能自动调节加热功率和温度的电烙铁，加热方式是高频涡流，和电磁炉是一样的方式。准确的说，它是焊台的烙铁手柄，有一个外置的控制器，温度控制精度比907那种高很多。这种焊台是带热风枪的，功能比较全面。控制器使用的是开关电源，比较小巧，想带出去也很方便。烙铁头也是通用的，价格不高，也有很多形状可以更换。它的等电位接地线在电源插孔的地线上，做静电防护也很方便。我的这台是文宇的 815P， 另一期视频测试过，加热峰值功率能到260瓦。刚入圈的新手如果直接学习手机维修、电脑维修这种必须用热风枪的技能，这种焊台就比较实惠，因为它有充足的功率储备，还有热风枪，烙铁头便宜而且选择面广。
再加上它的手持长度比黄花907短，焊接贴片元件会更顺手。但是它和前面几种电烙铁一样，更换烙铁头需要拧螺丝，不能适应快速更换烙铁头的场景。这种也是焊台的烙铁手柄，同样能够自动调节加热功率和温度，温度控制精度也很高。我的这台是托尔的 T12-11， 另一期视频测试过，加热峰值功率能到150瓦。这种焊台没有热风枪，属于维修行业的专业电烙铁。它最突出的地方是手持长度比文宇 815P 还要短，方便精细操作。控制器里面用的是铁芯变压器，绝缘更可靠，因为开关电源里面串接在高压地和低压地之间的歪电容是存在漏电风险的。烙铁头是定制的 T12 一体焊嘴，功率大又小巧，也有很多形状可以更换。虽然价格有点高，但对得起它专业的身份。它的等电位接地线，一个在电源插孔的地线上，一个在控制器后面的插孔上，除了常规接地，还能直接接防静电手环。它和前面几种不同，烙铁头是可以热插拔的，这对很多维修师傅来说是能提高工作效率的。这种焊台功能单一但专业，更适合入门和从事专业维修的技师，还有需要频繁更换烙铁头的那种场景。新手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去选择。这种是 Type-C 供电的便携电烙铁，烙铁头和托尔的一样，也是定制的 T12 一体焊嘴，也有多种形状可以更换，价格稍微有点高。我的这把是菲尼瑞斯的 HS01， 它的整体比黄花907小很多，更强的是它能精准调温。不过需要一个能输出65瓦的快充充电头或者充电宝，还要一根大功率的 Type-C 充电线。但是它能在野外使用，这是我需要的。如果只是放在桌面上用，也不占地方。它的标称功率是65瓦，满功率下8秒化锡，一会儿我们测试一下。它和黄花907一样，调温按钮就在大拇指旁边，比起焊台的调温方式会更友好，因为我习惯在放下烙铁的时候马上把温度调低，来保护烙铁头。化锡时间跟气温和焊锡熔点有直接关系，厂家一般会在气温20度的时候测试，我们没有这个条件。现在气温14度，化锡峰值功率有65瓦。化锡用了16秒，还是在15秒左右，够用了。它和黄花907一样，焊特别粗的铜线还是会有点吃力，因为加热功率都是60多瓦，但907化锡就会慢很多。来看它们的重量，尺寸相同的刀头907有9克重， HS01 包含发热体总共只有6克，重量轻就意味着热容量小，升温快。它的手持长度和文宇 815P 差不多，比托尔的长一点。焊贴片元件也蛮顺手，大多数场景可以替代文宇 815P 的烙铁手柄。特别的是它还配了保护盖，外出携带就不用担心弄坏烙铁头，这个便携性直接秒杀前面几种电烙铁。但是 Type-C 尾插天生就比较松垮，用的时候需要小心一点。还有它没有专门的等电位接地线，如果有静电防护需求，可以从 Type-C 插座的负极引出接地。这种烙铁也适合新手用，比907来说更方便焊接贴片元件。虽然它便携，颜值高，又有保护盖，但有点贵。新手根据实际需要来选择。总的来说，没有一种产品是完美的，选择合适的就好。我是机电匠，欢迎你入圈，我们下期见。